楚风。龙成宇是当今图腾天河小辈之中的最强天才，也是图腾龙族的少主，是整个浩瀚修武界都名声赫赫的厉害角色。提起龙成宇，就连龙小小都是充斥着敬畏，尽管他并未见过，没办法，那可是整个浩瀚修武界最顶尖的天才。虽同为小辈，可那些人物却如神一般，地位宛如仙凡之别。原来如此，楚风虽在真龙星域待了一些日子，但真龙星域如今讨论最多的就是楚风自己。对于其他消息，楚风还真知道的不多。那这龙成宇是何修为？楚风又问。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进步，就算现在不如对方，以后肯定会追赶上。也许这龙成宇会是自己的对手。龙成宇闭关前乃是3品半神，如今既然传出他要参加最强试炼，那想必已然出关。我猜测如今必然已是4品半神。成天颤道：4品半神便有把握夺得半神初期的第一。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半神初期的场地修为限制是1品半神到5品半神。如果龙成宇是4品半神，那其他对手却必然有5品半神，这就是龙成宇的厉害所在。哪怕4品半神，却无惧5品半神，毕竟他是北域最强小辈。赵云墨说道。可听闻此话，那成天颤却轻咳2声：“二师弟，过了。龙成宇的确是图腾天河的小辈最强，可北域最强的明明是仙海天河的那位啊！就算咱们是图腾天河之人，可龙成宇败给过那位，咱们也不能不承认啊。”成天颤说道：“大师兄，当年龙成宇的却败了，可他此次闭关这么久，再度出关，必可胜仙海天河那位。”赵云墨自信满满：“我倒也希望如此。北域就2道天河，谁甘愿落得一个不如仙海天河的名声呢？”成天颤叹道。但相比于赵云墨，他对龙成宇似乎没那么大的信心。不知2位所说的仙海天河那位是谁？楚风问道。楚风兄弟，你知道仙海鱼族吗？成天颤问。知道。楚风点了点头。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仙海鱼族？仙海鱼族少主仙海少羽，他乃是当今北域最强小辈，曾胜过龙成宇。成天颤道。听到这个名字，楚风并不意外，反而正符合他的预期。那仙海鱼族这位少主修为在龙成宇之上？楚风问。现在修为不知，但当年一战，他们2人修为皆是3品半神。成天颤说道。相同境界。楚风听到这里，心中感叹：少羽兄果真厉害的。说起来仙海天河这么近，要不要去看看小鱼儿那丫头？这么多年没见了，必然亭亭玉立了，真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毕竟当初见到她时还是一个小屁孩。淡淡说道。肯定要去，等我解决司徒界灵门再说吧。楚风道。你可以先去看他们，再解决司徒界灵门吗？反正你有那仙海少羽给你的令牌，不是随便去的吗？淡淡道。淡淡，你是想让少羽兄帮我吧？楚风问道。本女王可没这么说，只是如果她知道你的困境，不可能袖手旁观吧？淡淡道。我若向他们求助，他们一定会帮，可我不想如此，这个仇我一定要自己报。楚风道。行吧，我就不该说，反正就算不是这个仇，你也不会去找仙海少羽和小鱼儿帮忙。淡淡道。为何这样说？楚风问。死要面子活受罪呗。淡淡道。不，因为你。楚风道。因为我。淡淡有些诧异。对，我若是那样只懂靠别人，自己不努力，那我怎么配得上女王大人这么强的剑灵？楚风道。这么说倒有些道理。淡淡微微一笑，虽然他也是为楚风好，但有的时候还就喜欢楚风这股倔劲。楚风兄弟，半神场地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毕竟你也是5尊境，对不对？我记得小师妹说过，你好像是3品5尊。忽然赵云墨问道。龙小小当初与楚风分别，还是在圣谷的时候，那个时候楚风的修为的确是3品5尊。可问这话的时候，楚风注意到赵云墨的目光有所变化，他的眼中竟有质疑。哪怕楚风是3品5尊，这赵云墨也不信，他怀疑是龙小小被骗了，不是看不起楚风，而是看不起从圣光天河出来的人。楚风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因为他感觉到成天颤与赵云墨表面笑嘻嘻，实则心怀鬼胎。对于这2个家伙，楚风不想坦诚。懂了。见楚风这样说，成天颤与赵云墨都意味深长的笑了。他们是确定楚风在撒谎了，自认为是楚风欺骗了龙小小，他们懂个屁。女王大人看他们这副嘴脸，忍不住骂道：楚风，这2个小子肚子里肯定没好水，龙小小跟着他们可不安全，直接宰了他们算了。女王大人说道。不急，对付他们也要师出有名，不然龙小小会处境尴尬，毕竟他们人品坏，不代表他们师尊人品坏，不能坏了小小前程。楚风道。行吧，你自己决定。淡淡道。随后楚风继续若无其事地与成天颤他们交谈。楚风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这场最强试炼比的是修武者修为，所以只以修武修为来划分，楚风是完全可以进入5尊后期的场地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楚风立即决定与龙小小他们同行，去参加这最强试炼。只是看着龙小小那傻傻的笑容，楚风心中有些不是滋味。这丫头一定以为楚风还是3品5尊，可能脑子里还在幻想着和楚风一同进入5尊初期的试炼呢。楚风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告诉他，其实自己的修为早已是8品5尊。楚风忍一忍，先别说，等你收拾这2个小子的时候，一鸣惊人。此时淡淡声音响起，女王大人果然了解楚风，她竟猜到了楚风心中的纠结。好，那便听女王大人的。本来楚风还因为隐瞒龙小小而有些自责，可现在这是女王大人的吩咐，楚风便也心安理得了。最强试炼，就让我楚风见识一下图腾天河的水平。楚风此时内心火焰升腾，变得跃跃欲试。毕竟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可不是什么垃圾废物，而是图腾天河同境界下最顶尖的人物，并且不只是小辈，而是半神之下的所有顶尖人物。楚风4人同行，来到了图腾天河。最特别的图腾星域，之所以说它特别，
乃是因为它是图腾天河最大的星域，也是图腾龙族所居住的星域。尽管图腾星域汇集着大量的修武者，但却没有人敢在图腾星域开宗立派。这里的修武者，无论是何修为，都如平民百姓一般生活。每个世界的主宰者都只有一个图腾龙族，而眼下图腾星域的御空凡界最为热闹，因为这里便是最强试炼的举办之地。楚风等人如今也是抵达这御空凡界之中。楚风兄弟，你觉得这御空凡界如何？程天畅问道。还不错。楚风粗略看了一眼，御空凡界并无特殊之处，至少眼前的景象没有楚风值得关注的点。楚风兄弟，御空凡界虽只是凡界，可它是图腾星域的凡界，繁华程度恐怕你圣光天河最强的上界也远远无法比拟的。你远道而来，可以到处逛一逛，而我师兄妹三人之前便约了一些好友，要在这御空凡界聚一聚。程天灿又道：哟，这家伙要赶你走啊？淡淡笑道。楚风又不傻，当然也听出了程天灿的意思。其实他早就看楚风不爽了，而这一路上他对楚风则是越来越不爽，他对楚风的嫉妒可能都充斥到血液里面了。楚风，你要去哪？我陪你去。龙小小道。听闻此话，那程天灿的脸色顿时变了，他是要赶楚风走，可不是要赶龙小小走啊。小师妹，此次要见的人可都是师尊朋友的弟子，你还是去认识一下吧，尤其是莫雨涵，他爷爷与咱们师尊可是几千年的交情，师尊明确说过要让你与莫师妹见面。程天灿眼见不妙，直接将他们的师尊抬了出来，但他也不是硬抬，而是其师尊的确有交代。师兄，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人际交往，我还是想去逛逛。龙小小道。小师妹，莫雨涵不仅他爷爷与咱们师尊交情很深，他自身也是一位天赋极佳的天才，他与你一样都是小辈，但修为已是八品武尊，且他在小辈之中也是年龄较小，天赋极其逆天，日后这图腾天河必有他一席之地。也正因如此，师尊也是希望你能与他成为好友。程天灿说道。而此时赵云墨也是开口。小师妹，这莫雨涵平日里可是很不喜欢参加这种聚会的，此次他愿意参加，机会难得，你真的不该错过。二人极力挽留，生怕龙小小和楚风走了，可哪怕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可龙小小却并没有丝毫动摇，这让程天灿与赵云墨非常不安，尤其是程天灿恨不得想抽自己两耳光。好端端的，干嘛非要赶楚风走呢？若是龙小小真的也走了，那他可就惹大祸了。此时他才知道，他还是低估了楚风在龙小小心中的分量。而就在此时，倒是楚风开口了：反正我也没事，不如一起去吧。楚风，你真的想去吗？龙小小看向楚风，他的目光极为贴心，那是一种不管楚风怎么决定，他都会陪着楚风的感觉。别看龙小小他表面人畜无害，很是单纯，但实际上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他自然看得出来。程天灿与赵云墨不太喜欢楚风，刚刚程天灿那样说，也是有意赶楚风走，所以龙小小才坚定的要跟楚风走。我也想见见世面，就去看看吧。楚风话到此处，看向程天灿与赵云墨：我与你们同行，应该不会添麻烦吧？不会，当然不会。楚风兄弟若是同行，那其实更好不过了。程天灿与赵云墨赶忙说道。他们先前的确是想赶楚风走，可现在哪里还赶？毕竟楚风若走了，龙小小也要跟着走啊。于是楚风四人御空而行，继续上路。他们要前往的地方是一座山峰之巅，那里便是程天灿他们与诸多好友约好相聚的地方。可突然，茫茫云层前方出现金色光芒，仔细一看，可以看到无数只金色战马拖拽着一辆辆金色战车，正浩浩荡荡的向楚风等人的方向而来。那战车之上皆是坐着头戴龙角之人，印着图腾龙族四个大字的旗帜更是随风而动。赶快停下！图腾天河内遇见图腾龙族要止步失礼。程天灿这句话是暗中传音，但唯独没有传给楚风。可龙小小多么聪明的人，他就怕程天灿耍手段，接到这个传音之后便赶忙传音于楚风。可那图腾龙族那些战车的速度太快了，当龙小小声音映入楚风耳帘之际，图腾龙族的数辆战车已是呼啸而过。楚风还没来得及做施礼的动作，但图腾龙族的人似乎也没有追究的意思，而是快速消失在了远方。那战车上好像有很厉害的人物，而战车身上的人皆是表情严肃，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淡淡说道：会有人敢在这里招惹图腾龙族吗？楚风也注意到了刚刚战车上凝重的情绪，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是外人的事情，必然是图腾龙族遭遇了什么。大师兄，你刚刚没有传音于楚风吗？此时龙小小声音响起，有着几分责怪，他是故意的。尽管他已经传音给楚风，可还是想知道那程天灿刚刚有没有传音于楚风。程天灿与赵云墨此时仍保持着施礼的动作，可见他们对图腾龙族是真的很惧怕。听到龙小小这样问，程天灿这才抬起头来看向楚风：楚风兄弟，抱歉，刚刚太急了，忘记告诉你，见到图腾龙族应当施礼了。听闻此话，龙小小的表情明显不悦，可楚风却微微一笑：见到图腾龙族必须止步施礼，这是图腾天河的规矩吗？图腾龙族倒是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但这是图腾天河之人默认的规矩，以此来彰显对图腾龙族的敬畏。程天灿解释道：那不施礼之人有被追究过吗？楚风问。听闻是会被追究的。程天灿笑道：所以楚风兄弟很是幸运啊。赵云墨笑道，但他那是一种很不爽的笑，是在不爽楚风安然无恙。对，我向来比较幸运。楚风也是意味深长的笑了笑。随后楚风几人继续赶路。小小，你这师兄好像人品不咋地啊，你要多小心一点。途中楚风以暗中传音对龙小小说道：他们人品的确不怎么样，但是毕竟是师兄，且跟随师尊多年，师尊都不管，我也不好说什么。而他们两个还每天缠着我，若不是师尊带我不错，我早就离开了。龙小小说道。而听到他这样说，楚风倒也放心了一些。龙小小看得很通透，应该很有分寸，不过这也正常。龙
龙小小自从楚风认识他的时候，他便不是傻白甜的类型，他给楚风的第一印象还是蛮厉害的。那你师尊呢？品性如何？楚风问。这个不好定论，但能感觉到师尊确实很喜欢我，也用心栽培我，而且我师尊很强。龙小小道。有多强？楚风问。真神境，且不像真神初期。龙小小道。那你师尊叫什么？楚风又问。我们都不知道我师尊的名字，但认识他的都叫他宁玉上人。你师尊是女的吗？楚风觉得这个称呼像是对女子。是啊。龙小小道。有机会拜会一下你师尊。楚风道。那当然好，你若没事，带着最强试炼过后，就与我们一同回去。听闻楚风要见他师尊，龙小小格外的高兴。行。楚风点了点头。你是不是还是放心不下龙小小？此时淡淡声音响起，他这两个师兄品性的确不咋地，所以还是想见一下小小的师尊，确定一下。楚风道。在这御空凡界的丛林深处，有着一座禁地，这禁地乃是图腾龙族掌管，而此时这禁地已被人所破，禁地之内尽是图腾龙族族人的尸体，他们死相几乎相同，皮肤发紫，骨瘦如柴，尸体上还有黑色气焰涌动。此时图腾龙族已有一些人马赶到，但很快又有数辆战车御空而来，正是先前楚风等人所碰到的那些战车。战车落下，所有在场的图腾龙族族人都是施以大礼，拜见龙震大人。在大礼恭迎之下，一辆战车大门打开，一位身材高大却满头白发的老者走了下来，此人正是龙震大人。龙震大人直奔禁地，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些死去的图腾龙族族人，这是第几次了？龙震大人问。已是近10日以来发现的第3次了。一位图腾龙族族人中有些身份的中年男子上前说道。另外2个地方也与此地一样，禁地被破，族人被杀，但宝物却分文未取。龙震大人问。回大人，皆是如此。那位中年族人道。这是在向我图腾龙族挑衅。龙震大人眉头皱起，眼中愤怒涌现。龙震大人，会是那位吗？那位族人又道。而他此话一出，几乎所有图腾龙族的族人都变得紧张起来。那位，他们都知道所指是谁，而那位，他们都不想再见到。1000多年前，图腾天河出现一位妖僧，此妖僧的远古传承，精通妖魔之法，以炼化修武者的血脉来提升自己修为。当初不仅图腾天河无数修武者被其杀害，就连图腾龙族族人也有不少惨遭其毒手。但这妖僧实力滔天，图腾龙族起初轻敌，遭受重创，后来派出图腾龙族9骑龙战中的3位龙战，才将这妖僧击杀。要知道，这9骑龙战可是图腾龙族除了族长大人外最强的9位高手，是经过层层筛选与比拼才能得到这个称号的。当年3位龙战出手，虽成功斩杀妖僧，可还是有一位龙战身负重创，最终陨落。而陨落的那位便是龙震大人的父亲。虽然后来龙震大人通过实力继承了其父亲9骑龙战的身份，可其父之死却也一直是他心中无法磨灭的痛。不可能，那妖僧早就被我图腾龙族所杀，不可能还活着，这多半是他的手下所为。龙震大人此话说完，又眉头微皱，可哪怕是他的手下，也不容小觑。拿我令牌，将妖僧手下出现御空凡界的消息传递回族内，至于如何应对，就让族长大人做决定吧。龙震大人道。遵命。那中年男子接过令牌，便踏入这禁地的传送阵法之中。那位走后，龙震大人又看其他族人，传令下去，让所有领的开启防御阵法，在最强试炼之前，若无要事，皆留在领地之内，不可外出，不可解除防御阵法。父亲，真的要如此吗？最强试炼就快开始了，如今各方人马皆汇集于这御空凡界，人杂难免生事端，我图腾龙族应当维持秩序才对。若是他们看不到我图腾龙族之人，可能会多想啊。一名小辈男子来到龙震大人身后，他乃是龙震大人的小儿子。不要小瞧妖僧手下，他们这一次要么是冲着我图腾龙族而来，要么是冲着最强势力而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若是冲着最强势力而来，倒还好说，我族派出高手镇守，他们难以掀起太大风浪。可若是为了报复我图腾龙族，至少御空凡界这些族人少有人是他们的对手。若正面交锋，只能等死。龙震大人道。听闻此话，那龙震大人的小儿子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其他族人也是按照龙震大人的指示去传递消息。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天际之上竟然站立着2道身影，注视着他们。那是2名女子，其中一位身穿红色长袍，她身材妖娆，红色长袍都难以遮盖她的好身材，而此女妆容极其妩媚，尤其那双眼睛宛如狐狸精一般勾人，可那双勾人的眼睛却仿佛看尽了无数岁月。别看容貌极美，可她的年岁应该不小。而另外一名女子相比于红袍女子则尽显清纯，她皮肤雪白，且留着一头白色长发，再加上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宛如从白雪中走出的精灵。可别看脸蛋青春洋溢，但那双眼眸十分冰冷。虽然相比于红袍女子，这白发女子更显冷漠，看着便很不好接近，但她的眼眸之中则仍有清澈。这白发女子乃是一名小辈。姑姑，真的是那妖僧的手下吗？白发女子对红袍女子问道。与妖僧当年夺取修武者血脉的手段几乎一样，但妖僧已死，多半是他的手下，或者是他的传承者。红袍女子说话时，就连声音都夹杂几分妩媚的感觉，是冲着图腾龙族来的，还是最强试炼？白发女子问。我觉得像是冲图腾龙族来的，若是冲着最强试炼，何必打草惊蛇？红袍女子道。白发女子没有再说话，而是美眸闪烁，若有所思。图腾龙族的事便不要管了，反正已经与我们无关。此次最强试炼，可有把握击败那龙成羽？红袍女子问。有。白发女子道。那便好。红袍女子点了点头，随后她又将目光看向那龙震大人，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而她的眼神则
则是有着一种看到老友般的友善。楚风四人来到了聚会之地，因为他们相约的好友还并未全部到齐，所以他们便先各自休息。楚风休息之时，可并未闲着，而是修炼起天眼。楚风之前便察觉到，修罗大军不是无缘无故被封锁，那大门必有解开之法，而想要解开，还要靠楚风自己。而在天师浮尘不给帮助的情况下，楚风最能依仗的手段便是天眼了。可楚风观察力有限，必须进行提升。现在楚风境界已有增进，倒是提升天眼的好机会。天眼乃寻脉之法的主要手段，可虽然寻脉之法以天眼来洞察一切，但却也需要修脑与修心的支撑，三者皆强，天眼的洞察力才会更强。楚风如今不仅境界已有提升，结界血脉也有一些觉醒，这个时候修炼，他有着一定把握让天眼得到增进。果然如楚风预料，他短时间的修炼便有了不小的成效。修脑与修心有了增进之后，楚风便立刻施展天眼，四下观察，他能感受到天眼明显更强。而很快，楚风发现在一座宫殿内有3道身影，一名小辈男子，长相还算相貌堂堂，身上也是散发着3品5尊的修为，这种实力放在圣光天河，那妥妥是顶尖天才了。而在那宫殿内，除了这名男子外，还有着2个人，乃是程天璨与赵云墨，并且他们所在的宫殿还运用至宝加持了隔绝阵法。只是那隔绝阵法挡不住楚风的天眼，但那隔绝阵法乃是刚刚加持不久的，这让楚风意识到他们交谈的事情必然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于是楚风认真观察起来，通过他们的嘴唇变化，楚风便能读出他们所交谈的内容。那名3品5尊的男子叫程凉风，与程天璨、赵云墨相识多年，算是臭味相投。这3个家伙坏事没少干，而程天璨与赵云墨闲聊之后，也是终于说出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想让这凉风找机会对付楚风，凉风倒也是非常乐意帮这个忙。果然开始按耐不住了吗？楚风嘴角扬起一抹不屑的笑容。莫说这凉风，就算是这程天璨与赵云墨，楚风也全然不放在眼里。楚风目光一动，发现此处宫殿都布有隔绝阵法，这些修武者倒是挺会保护隐私的，但他们的隔绝阵法基本都挡不住楚风的天眼，所以自然也有一些不该入目的景象进入眼帘。但好在楚风正人君子，往往会立刻移开目光。楚风长得特别好看，才会多看几眼。可有一座宫殿除外，那座宫殿通体粉色，尽显少女心，但这宫殿的隔绝阵法极为厉害，哪怕楚风得到增进的天眼，竟也看不穿。而这座粉色宫殿大门的上方，则是写着“莫府”2个字，这莫府就是那莫雨涵的府邸吧？淡淡声音响起，他与楚风共享视听，楚风所见他也能看见，应该吧？楚风也是察觉到这府邸的主人宝物不简单，不然不可能挡得住楚风的天眼。但楚风并不在意他究竟是谁。楚风来到界灵空间，看向那道将界灵大军封锁的大门，楚风觉得大门中间的图案就像一把锁，是他锁住了大门，而破门之法就藏在这图案之中。之前楚风观察过多次，皆是毫无收获，这一次从一开始便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天眼增强之后，效果开始显现。很快楚风也是窥探到了一些内容，越发确定这图案之中蕴藏着破门之法。可这图案的内容藏得太深，越是深入观察便越难看透。接下来的时间，楚风几乎只做2件事，提升天眼以及观察大门图案。到了后面，天眼已经到了极限，无法继续提升，可大门图案仍是无法看透。不过楚风倒也不慌，随着修为提升，天眼也会提升，这图案迟早可解。而这一日，忽然有人敲响楚风的店门。其实这些日子，龙小小每天都会来给楚风送点心，他很贴心，知道楚风闭关，送了点心就会离开。但今日来的却不止龙小小，还有程天璨与赵云墨。原来他们等的好友已然到齐，今日便是正式相聚的日子。我与你们的好友并不相识，我就不去了吧。楚风道：别呀，楚风兄弟，既然都来了，便一起认识一下。我的朋友们都很好相处的。程天璨道：对，咱们一起来的，当然要一起去。你若不去，那我们也不去了。赵云墨也是劝道：其实这些日子他们也与好友小聚过，从来没邀请过楚风，今日格外热情。楚风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2位师兄，楚风若不想去，就别让他去了吧。龙小小道。听闻此话，程天璨与赵云墨顿时面露为难，他们都安排好了人对付楚风，楚风若是不去，可如何是好？倒是楚风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去吧。那可太好了，楚风兄弟，此次聚会有你在，那意义都不同了，毕竟你代表的可是圣光天河呀。程天璨兴奋不已，赵云墨也是笑得合不拢嘴，楚风也是笑了笑。本来楚风因为想破开那关押界灵大军的大门，不想参加这种事情了，也是看到他们如此热情后才想起他们2个给自己设的套，刚好楚风就陪他们玩一玩。聚会之所乃是一座极为辽阔的宫殿，这里已经聚集700多人，普遍修为都是5尊境，但5尊境初期居多。不过说起来，这700多人中，小辈只有几十人。当然程天璨与赵云墨也不是小辈，虽说他们年龄也不大，不过100多岁，但超过100岁便不是小辈，这是规矩，也是界限，差距还是蛮大的。楚风4人进入宫殿时，立刻吸引无数目光，尤其是龙小小。虽然龙小小他们是一同抵达这里的，但是龙小小并没有参加他们小型聚会，这也是他们许多人第一次看到龙小小。而龙小小的长相本就是极为出众，再加上他的身份，自然一出场就引起全场的喜爱。一时之间，许多人都开始走来介绍起自己。至于楚风，自然成了被无视之人，甚至强大的人流直接将楚风从龙小小身边挤了出来。不是没看到，而是看到了也装作没看到。他们根本不想与楚风有任何交集，甚至说打量楚风的时候，眼神都是轻蔑的。在场之人都是有些身份，也有些天赋的。
在他们眼中，圣光天河不过穷乡僻遥，圣光天河来的自然也就是土包子。虽然龙小小也是圣光天河而来，但只因为他师尊，便没有人敢小看他。楚风则是不同，他无依无靠，那出生之地变成了他被人们看不起的标签。看来地域歧视这种事情真的到处都有呢。淡淡笑道：“跳梁小丑罢了。”没人搭理楚风，楚风也无所谓，而是随便找了一个地方落座。这张桌子共有10个座位，已有一男一女2人入座。兄台，莫非你就是那圣光天河来的楚风？见楚风入座后，桌子上的那位男子问道。果然，他也听过楚风，只是他不确定。是。楚风微笑点头，很有礼貌。面对楚风那礼貌的笑容，那男子也笑了，但他却笑很是轻蔑。随后竟直接起身，换到了其他座位。见状，另外一名女子也是站起身来。相比于直接离开的男子，他还看了楚风一眼。圣光天河不配与我同桌。话罢，他也移到了那名男子所移到的桌子。放我出去，我抽他2耳光！狂个屁啊！丑八怪！淡淡不爽了。算了，淡淡，别与这种角色斗气，他们不配。楚风则是笑了笑，他是真的无所谓。这种角色，楚风早就见惯不惯了。楚风虽没说什么，可一道冷冽的目光却锁定了那2个人。是龙小小，虽被众人围住，可他却也在留意楚风，注意着楚风的一切，生怕楚风不自在。若不是围住他的人是冲着骑士尊名号来与他结识，他早就不予理会，而是陪着楚风了。不过他见楚风没有丝毫不自在，他也是知道他多虑了。楚风何等人物，在场之人不知晓，他还是知晓的。虽然楚风年龄不大，可在楚风眼里，这些人却与孩子无疑。忽然，一股香气飘来。楚风顺着香气看去，只见一名身着粉色长裙的女子走了进来。女子肤白如雪，细腻如玉，长得也是十分甜美，尤其是她的眼眸竟是粉红色。但最主要的是，那阵香气是自此女体内传来。体香，楚风身为神袍界灵师，能分辨得出这是体香还是外香。具有体香的女子不少，但如此浓郁且好闻的体香很少见。再看女子那粉色眼眸，楚风意识到这女子应该是特殊体质，或是拥有特殊血脉。莫姑娘，你来了。见到这莫姑娘，众人赶忙围了上去，就连先前围住龙小小的人也是转到了那莫姑娘身边，甚至就连成天颤与赵云墨也是凑了上去。由此可以看出这莫姑娘的受欢迎程度了。但龙小小没有丝毫不悦，反而感觉是种解脱，她直接坐到了楚风旁边。她应该就是莫雨涵了。你觉得好看吗？龙小小对楚风问。好看啊。楚风道。那我们2个谁好看？龙小小问。你好看。楚风道。真的假的？别因为我是你朋友就偏向的夸我哦。龙小小道。真的。楚风说的的确是真的，虽然这莫雨涵很特别，可非要说龙小小的颜值则是更耐看一些。龙小小还是不太相信楚风说的，也可以说是在楚风面前他不是那么的自信，但还是笑得合不拢嘴。楚风，若是有谁让你不爽，你可以直接动手的，我给你撑腰。龙小小暗中传音，你那2个师兄我也可以直接动手吗？楚风问。当然可以，不过还是等你打得过他们，或者等我打得过他们的时候吧，不然我怕你吃亏。龙小小这话倒是没有看不起楚风的意思，他坚信楚风会超越他这2位师兄，甚至他觉得他也能超越这2位师兄，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机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傻逼行为。就在此时，一名女子坐在了龙小小身旁。龙姑娘，我乃是望西道人弟子，我名为赵静，幸会龙姑娘。而在这名女子身后还跟着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楚风认得，正是之前成天颤与赵云墨去找的那个对付楚风的人，梁峰。龙姑娘，这位是我师兄梁峰。女子介绍道。幸会。龙小小对着梁峰也是点了点头，而这梁峰则是走到了楚风身旁。这位兄台，可否让个位置？可还不待楚风说话，龙小小便抢先开口。他是我朋友。龙小小的言外之意，我朋友坐在这里，你没资格赶，若要坐就坐其他地方去。那梁峰自然明白龙小小的意思，可他只是对龙小小微微一笑，却并没有回话，而是将目光投向楚风。这位兄台莫非是哑巴吗？我与你说话，还要龙姑娘带你回答。突然一掌落下，桌子被拍楚风了粉碎。是龙小小愤怒起身，滚远点，别在这找麻烦。龙小小愤怒的眼眸盯着梁峰，他不容许任何人侮辱楚风，而这哑巴2字已是如此明显的侮辱，他自然不能忍。可梁峰丝毫不惧，他知道龙小小的修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他继续看向楚风。你真的是哑巴，还是吓得不敢说话了？圣光天河的人都如此懦弱，只敢躲在女人身后吗？如果说之前梁峰还是有所收敛，那么此时他的恶意已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就是为羞辱楚风而来。此时楚风与梁峰这边已是成为了全场焦点，但却没有人肯开口劝架，都在看笑话。看谁的笑话？自然是楚风。他们这些人除了莫雨涵，其实都已经知道了有一个来自圣光天河的人缠着龙小小，而他们身为图腾天河之人的优越感让他们很是鄙夷楚风。忽然龙小小的体内释放出强大的威压，那是3品5尊的威压。与此同时，龙小小周身还缠绕着别样的气焰，血脉之力。龙小小本是1品5尊，是动用了血脉之力后连续提升了2品修为。这丫头有增进啊。淡淡道，毕竟这丫头的血脉已经觉醒了。楚风也是道，以前龙小小在至尊境也可连续提升2重修为，但除了血脉之力外，还需要动用头顶会浮现龙角的力量。可在5尊境想用血脉之力增强修为无疑更难，可龙小小却可以在不施展龙角力量的前提下，只用血脉之力便连续提升2品修为，这必然是血脉觉醒的力量。而此时那凉风额头之上神字雷纹浮现，修为也是从3品5尊提升到了4品5尊的地步。他也修炼了神罚玄功，但在场之人皆不意外，他们这种级别的天才
要天赋有天赋，要背景有背景。若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没有修炼神罚玄功，那才叫稀奇。看来神罚玄功遍地都是了，但淡道还是有区别。他的神罚玄功不如我的完整。楚风道：何以见得？淡淡问。感觉。楚风道：龙师妹，你的天赋我是认可的，不然也不会被宁玉上人选为弟子。所以虽说你也是自圣光天河出来的，但我也并没有丝毫侮辱你的意思。但是此人话到此处，他看向楚风。楚风，你是真的让我看不起。据我所知，你的修为也不弱，怎么这么怂？该不会你的修为都是编的吧？你根本就不是三品武尊吧？凉风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三品武尊？是谁告诉你的？楚风问。而楚风此话一出，龙小小将目光投向了程天颤与赵云墨。他与楚风来到这里，就没有与此地的人打过交道。这凉风知道楚风修为，便只可能是程天颤与赵云墨告诉他。而面对龙小小愤怒的目光，程天颤与赵云墨也是心虚的不敢正视。是谁告诉我的？能怎样？我再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三品武尊？你是不是在欺骗龙师妹？凉风再度质问道。对，是就大胆的说，不是就大胆承认，别连个屁都不敢放。此时其他人也是开始起哄，那些都是与程天颤还有赵云墨关系较好之人。楚风微微一笑，看到楚风笑，在场的不少女子目光变得不屑，尤其是刚刚从楚风桌子上离开的女子，她们都以为楚风这是服软的笑，于是都认定了楚风就是一个怂货。可楚风微笑过后，却忽然起身，将目光环视四周。我是或不是，关你们屁事！楚风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大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楚风竟然和他们说这样的话，他们什么身份？楚风什么身份？他怎么敢的？你真以为有龙师妹为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吗？凉风怒视楚风，眼中满是威胁。别叫了，有什么用？有种的话，可以直接出手，我不介意与你来场生死战。楚风道。什么生死战？楚风这句话无疑让众人再度大吃一惊。他先前猖狂，人们还以为楚风是依仗龙小小，但生死战可是靠自己的本事，他怎么敢的？生死战，我没听错吧？凉风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程天颤与赵云墨内心则是激动不已。本来只是想教训楚风一下，不成想楚风送上门来了。生死战，那不是等于找死吗？况且这是楚风自己提出来的呀，想活命的话，我建议你拒绝。楚风道。笑话，我会怕你？凉风仰天大笑，随后看向众人，诸位可要做个证明，今日是这楚风要与我凉风定下生死战的，他若死了，可是他自找的，而不是我凉风欺负他圣光天河的人。我们作证。许多人纷纷应声，唯有莫雨涵直接落座，拿起筷子优雅的吃了起来。他全然没有看戏的心情，就好像这一切根本与他无关一般，甚至他对这里的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来这里纯粹走个过场，仅此而已。楚风，龙小小担心的看着楚风，楚风没有说话，只是看向龙小小时淡淡一笑，这抹笑容极其自信。看到楚风这样的笑容，龙小小也是不由得笑了。他在楚风的脸上看到了必胜的把握，于是他也是向后退去，主动给楚风与凉风留下交手的空间。至于其他人，也如龙小小一般，此时那一片场地便只剩下了楚风与凉风。还有遗言吗？楚风看向凉风。遗言这句话应该我对你是说的吧？凉风目露不爽，心想这废物的词还挺多，我怎么想不到这种词呢？没有的话，那就等死吧。楚风道。他妈的，你这废物怎敢如此狂妄？你真当我与你圣光天河那些废物一样吗？我这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河差距。我凉风就算不是图腾天河最顶尖的小辈，但对付你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我都不用出手，我的威压就能把你压成肉饼。凉风被楚风激怒了，但却也尚存理智。他为了以防万一，说话间雷霆铠甲加持于身，修为再度提升，已是从4品武尊提升到了5品武尊的地步。提升之后，才释放威压，便向楚风压迫而去。那威压极强，将周遭的一切全部粉碎。可那身处威压中心的楚风却是毫发未损，这一幕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可下一刻，一声轰鸣响起，凉风所在位置掀起滚滚浓烟。仔细一看，所有人都是大惊。只见凉风已是躺在地上，而楚风的一只脚就踩在其胸口，直接将其胸口踏穿。这气息，他是8品武尊。此一刻，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目瞪口呆，就连龙小小也不例外。他虽然意识到楚风能战胜凉风，但却没有想到楚风竟已强大至此，怎么会提升的这么快啊？甚至就连那莫雨涵也是抬头看了楚风一眼，但也只是看了一眼而已，便收回目光，继续吃菜。楚风兄弟，点到为止，点到为止。程天颤的声音响起，他也没想到楚风如此强横，若是坐视不管，凉风可就要大难临头了。楚风兄弟，不过切磋而已，可莫要真的伤其性命啊，不然凉风的师尊不会放过你的。他师尊可是一位2品半神。赵云墨也是开口，为了让楚风罢手，还故意抬出了这凉风的师尊2品半神。楚风看向赵云墨，可还不待赵云墨开口，便有人抢答：我师尊望西道人，乃是2品半神，即将踏入3品半神，是凉风的那位赵静。哦，楚风点了点头。见状，虽被洞穿了胸口，可凉风却也笑了，他觉得楚风是怕了。可下一刻，楚风猛然抬脚，只听咔嚓的一声，直接将凉风的脖子踩断。说好了，生死决战就生死决战，男子汉大丈夫要言而有信。楚风对凉风的尸体说完这句话后，才将自己的脚收回。而这一幕，则是让全场的人都感觉大脑空白。他们没想到，楚风真的杀了凉风，这圣光天河的来的家伙，怎会如此大胆？你竟敢杀人！片刻后，有一声怒斥响起，那是一名男子。怎么不服？谁不服？
可替他报仇，我楚风就在这等着。楚风看向那斥责他的男子，那位听闻此话，赶忙低下了头。他是因为楚风圣光天河之人的身份，才不将楚风放在眼里。可是凉风被楚风所杀，却也是事实。他可不想成为第二个凉风。不仅是他，其他想为凉风出头的人，也都是赶忙闭上了嘴。一时之间，这浩瀚大殿之内，安静的有些诡异。楚风兄弟，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此时，程天颤站了出来。程兄，我知道你与这凉风关系不错，他找我麻烦，也是你挑拨的吧？楚风问。你胡说什么？程天颤脸色微微变化，他自然不会承认这件事。若是承认，那凉风的死，他也要背锅。你承不承认都无所谓，这凉风我已经杀了，而且我觉得他该死。我楚风就站在这，若是有谁不服，都可以替他报仇。话到此处，楚风看向程天颤，也包括程兄你。程天颤脸色铁青，他没想到楚风这么刚，居然完全不惧他。可是看着楚风那自信满满的模样，他则是有些慌了。他的确看不起楚风，哪怕楚风是8品5尊，让他很是意外，但他还是觉得楚风不是他的对手。可若要他与楚风生死决战，他不敢，不是没有把握，而是万一输了怎么办？那可就要死了呀！楚风兄弟，我真是看走眼了，想不到你竟然如此不讲道理。程天颤道。所以你是不敢？楚风问道。我并非不敢，我只是给小师妹面子。程天颤道。给你小师妹面子的话，刚刚凉风找我麻烦的时候，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楚风问。程天颤哑口无言。程兄，懦弱没关系，生而为人，谁还不怕死呢？但你不敢还狡辩，就很丢人现眼。楚风道。程天颤脸色铁青，很想反驳，可一时之间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至于其他人，也都心里清楚，程天颤就是怕了，是怕说，更是怕死。小，这里的人都不太欢迎我，我就不打扰你们聚会，先回去休息了。楚风话罢，向外走去。我们一起走。龙小小却立刻起身，跟着楚风一同向外走去。可走到门口，楚风却忽然止步，回头道：诸位，吃好玩好。话罢，楚风便带着龙小小离去。吃好喝好。看着那凉风的尸体，众人倍感无语。现在他们怎么还吃得下去？但同时却也心有余悸。他们在此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来自圣光天河的家伙竟如此凶狠。但不仅仅是凶狠，他还有着8品5尊的修为。程兄，你不是说那楚风3品5尊的修为都是装的吗？他怎么是8品5尊啊？有一位男子看向程天颤，他也是程天颤好友，这场聚会之前就已经得知了关于楚风的消息。程天颤面露难堪，没有回答。他真的是小辈吗？圣光天河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小辈？他应该不是圣光天河的人吧？又有人道，相比于凉风的死，楚风的实力则是他们现在更关心的问题。而龙小小则是跟着楚风来到了楚风的住所。楚风，你藏得好深啊，你居然已是8品5尊。龙小小喜出望外，他终于知道为何楚风从始到终都有恃无恐了。惊喜吗？楚风问。当然惊喜了。龙小小疯狂点头。惊喜就好，没有直接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楚风道。你难道早就预料到他们会逼你出手？龙小小问。你那2个师兄，你不比我了解吗？楚风问。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光明正大，当着我的面就找你麻烦。龙小小此话说完，突然面露紧张。楚风，我们走吧。走，去哪？楚风问。那凉风师尊不是2品半神吗？你杀了他弟子，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龙小小道。放心吧。楚风说话间，张开手掌，一缕结界之力释放。那股结界之力是蕴藏战力的。看到这股结界之力，龙小小惊讶的小嘴都无法合拢了。你已是灰龙神袍？龙小小问。白龙神袍，但灰龙神袍与2品半神皆非我对手。楚风道。天哪，你这进步也太快了吧！你现在的实力，就算图腾天河也没多少小辈是你对手了吧？我还追什么追啊？看来我这辈子都追不上你了。龙小小的话语虽然沮丧，可是脸上却带有笑意。楚风变强，他只有高兴，没有嫉妒。你这丫头也不赖啊，我总觉得你有所隐藏。说实话，到底藏没藏？楚风问。也不算藏吧。龙小小笑得很是灿烂。随后经过交谈，楚风得知龙小小不仅血脉觉醒，而在其师尊帮助下，对血脉之力的确有了新的领悟。别看他现在是1品5尊，但自身血脉已是可以提升2品修为。若是动用龙角的力量，便可以一口气提升3品修为，从1品5尊直接提升到4品5尊。最主要的是，他其实已经可以突破到2品5尊，是故意压制自己的修为没有突破，是他师尊让的，让他压制到一定时间再突破，这样会对他未来有好处。但是按照时间推算，他完全可以在最强试炼开启之前突破到2品5尊。那个时候，他若施展全力，修为可以达到5品5尊。只是他师尊不让他施展龙角的力量。可哪怕如此，在他看来，来见识最强试炼也是足够了。而在楚风与龙小小交谈之际，那场聚会早就散了。此时程天战与赵云墨聚在一起。大师兄，怎么办啊？赵云墨有些担心，他本来也只是想让凉风教训一下楚风，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现在不只是凉风死了，龙小小必然也会怪他们。怕什么？小师妹离不开师尊，咱们朝夕相处，还怕哄不好他吗？至于那楚风对外说我们只是了凉风，他又没有证据，空口无凭的。你们觉得凉风师尊会相信我们，还是相信一个杀了他弟子的人？程天颤道。那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顺其自然即可。赵云墨问。凉风的师妹已经传递消息给他师尊了，虽然待其师尊赶到，这最强试炼已然结束，但只要这楚风还敢缠着小师妹，他就等于暴露行踪。凉风师尊只要找到他，绝对不会放过他，而他为弟子报仇，无可厚非。小师妹要怪，也怪不到咱们头上。程天颤道。还是大师兄想得周到啊！这样看来，那楚风不是只有2个选择，要么是远离小师妹，要不然就是送死。赵云墨问。师弟，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程天畅问。当然活命要紧。赵云默道。是，但凡是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女人而丧命。所以别看那楚风现在嚣张，但他接下来就如同过街老鼠，他再也不敢出现在小师妹面前。程天颤道。听闻此话，赵云默的脸上也露出了爽快的笑容。在楚风面前，他们有些丢脸，但只要想到楚风以后的下场，他也感觉出了一口恶气。而此时，远处的天际之上，则是有着2道身影，那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这老头发丝凌乱，衣着也是有些随便，甚至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臭气，就跟个老乞丐似的。但唯有其腰间的酒葫芦擦得干干净净。而那老太婆虽满面皱纹，可莫说衣着，就连发丝都是收拾得干净，一头银发盘于头顶，连一根发丝都没有落下，一看就是得体之人。这祖武天何来的小鬼不简单啊！小小年纪居然已是神袍，并且战力如此惊人，怕是要在浩瀚修武界掀起轩然大波了。那老头道。其实楚风的宫殿内是布置了隔绝阵法的，可却挡不住这老头的目光。楚风与龙小小所交谈的一切，都被这老头与老太婆所看得清清楚楚。准确来说，是这方天地的一切都无法逃过这2位的法眼。这2位之所以有如此实力，乃是因为他们在这图腾天河都是极为顶尖的存在。老头乃是莫雨涵的爷爷莫成舟，而那老太婆便是龙小小的师尊宁玉上人。他们2人的名声在图腾天河不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只能说是小有名气。但之所以不是最顶尖，是因为外人根本不了解他们真正的实力，只有他们2个知道彼此究竟有多强。之前小小便曾多次夸赞这楚风，夸得神乎其神。我还想一个祖武天河的小辈能有多撩的，还以为是他没见过世面才那样大惊小怪，不曾想这楚风真的如此惊人。宁玉上人看着楚风阅尽世间百态的他，眼中竟也难掩惊色。你觉得这楚风比龙成宇、仙海少宇他们如何？莫雨涵的爷爷问。这个不好说，但比你孙女，比我小小肯定强得多。宁玉上人道。也别说的这么绝对吧，你家小小我不知道，我家莫雨涵的血脉还未觉醒呢。莫雨涵爷爷有些不服，可对于他的反驳，宁玉上人只是笑了笑，没有深说什么。但莫雨涵的爷爷自己则是心虚了起来。得，我那孙女确实是不如这楚风，但也没差太多。但话说回来，这楚风如此难得，不如你将他也收为弟子吧。莫雨涵爷爷虽然嘴上这样问，但眼神却是有些不对劲，他是在试探。宁玉上人盯着楚风，没有说话，但目光却也若有所思。你居然没想法吗？这样天赋的小辈，你不心动？这楚风不比程天灿和赵云墨那2个人品败坏的东西强100倍1000倍，我都不知道为何你非要将程天灿与赵云墨这2个败类留在身边，待日后你揭开身份，声名鹊起之际，这2个弟子只会拉低你的身份。莫雨涵爷爷接连说道。可宁玉上人始终一言不发，甚至还四下观察了一下。你不心动？老头子，我可心动了，刚好收回来，给我家莫雨涵做个伴。莫雨涵爷爷又道。终于说实话了，你想收楚风为弟子，就直接说，何必在这问我？宁玉上人道。嘿嘿，我想着女士优先嘛，说嘛，你到底心不心动？莫雨涵爷爷问道。心动，但我觉得此子若真是一个人来到图腾天河，绝对不敢如此行事，他身后必然有人撑腰。宁玉上人道。听闻此话，老头也想起了什么，顿时脸色大变。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这楚风与祖武天河那位有关？该不会是那位的弟子吧，或者后人吧？莫雨涵爷爷问。宁玉上人没有说话，可却已是默认。那位终于按耐不住，准备出关了吗？他要让整个浩瀚修武界的人重新记起祖武天河的名字。莫雨涵爷爷道。可宁玉上人却突然笑了。你想的够多的，就算那位厉害，能守得住东域，但现如今除了东域外的天河霸主，哪个是吃素的？宁玉上人道。我知道那位孤身一人抗衡不了这些庞然大物，但让世人记起祖武天河不难吧？如今神之时代开启，小辈天才备受瞩目，楚风若能掀起风浪，他身后的祖武天河也必然会被世人想起。莫雨涵爷爷道。那倒也是，这楚风的确有与当世天才一较高下的潜力，若有那位护导，还真是要有一场好戏可以看。宁玉上人道。咱俩猜来猜去没意思，万一楚风与那位根本没关系，只是天生莽夫呢？莫雨涵爷爷道。那不如你试试。宁玉上人道。我是什么？莫雨涵爷爷不解。你对楚风出手试试，若他身后有人必会护他，必然不会让你伤到楚风。宁玉上人道。你怎么不是？莫雨涵爷爷问。我不敢，我怕死。宁玉上人道。你怕死，我就不怕死。莫雨涵爷爷骂骂咧咧。他们都知道那位的性格，若楚风真是那位的弟子或后人，他们贸然出手可是要小命不保的。可莫雨涵爷爷看着楚风，却目露犹豫。骂的，试试就试试。可忽然他竟然下定决心，随后手指轻弹，一道武力化作银针飞向楚风。那武力银针隐藏了气息，但却具备着极为可怕的力量，若是击中，莫说半神境，就算真神出期也必死无疑。银针神奇，穿透墙壁也没有造成任何声响，但却在距离楚风分毫之间消散而去。是莫雨涵的爷爷及时收手，他只是试探，可并未打算真的伤害楚风。但楚风还是察觉到了，他看向银针的方向。楚风怎么了？龙小小问道。没什么。楚风摇了摇头。就在刚刚，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并且他感觉自己布置的防御结界被洞穿了。可诡异的是，此时防御结界恢复了，就像是他的幻觉一般。但楚风确定那不是幻觉。楚风，看来此地有顶尖强者。淡淡声音响起。淡淡，你也感受到了？楚风问。感受的应该不如你明显，但我感觉刚刚我们受到了死亡威胁。淡淡道。的确，对方很强，若要杀我轻而易举。楚风道。他为何没有下毒手？是在警告你吗？淡淡问。不知道，可能是吧。楚风不知缘由，但警告这个词
似乎的确更为合理。毕竟这里这多天才，有人守护也是正常。想必是在提醒楚风不要太过猖狂吧。毕竟这里可是图腾天河，而与此同时，天际之上，那莫雨涵爷爷则是仰天大笑。只不过他的笑声只有宁玉上人听得到，根本没人守护。这小子就是个莽夫，但我喜欢这个莽夫。宁玉商人，你别和我抢，这楚风是我的弟子了，因为是我试探出了他没人保护的。莫雨涵爷爷极为高兴，高兴的竟把腰间的酒葫芦掏出来，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而宁玉上人再度看向楚风，满是疑惑，真的没人保护，全凭自己。突然，宁玉上人叹息一声，他后悔了，早知如此，刚刚在莫雨涵爷爷试探自己的时候，他就应该直接说想收楚风为弟子。但是现在他知道，无论如何，莫雨涵爷爷都不会将楚风让给他了。两位顶尖高手做的事，除了楚风与蛋蛋有察觉，别人根本不知晓。所以此地天才们的议论仍然在围绕楚风。楚风的所作所为，已然让他们对圣光天河有了全新的看法。而时间飞逝，转眼间便到了最强试炼的日子，各方强者明里暗里皆是汇集到了最强试炼开启的地方。这是一片平原，但汇集的修武者却宛如人海。楚风与龙小小等人也在其中。暗中，莫雨涵爷爷与宁玉上人也依旧隐藏身形，立于高空，观察着楚风等人。怎么还不收楚风为弟子？宁玉道人问。急什么？时机还不成熟。莫雨涵爷爷说完，又补充道：这楚风我是收定了，你就别想了，不然别怪我翻脸。后面的话，莫雨涵爷爷也是笑着说的，虽是玩笑口吻，但却也夹杂着认真。放心吧，你都试探了，自然不会与你抢，只是收个弟子而已，还要什么时机？宁玉上人问。那望西道人出了名的护犊子，其弟子被楚风所杀，必然不会放过楚风。我待望西道人收拾楚风的时候，我以雷霆手段镇压于他，那是楚风眼中的我必然光芒四射，宛如神人临世。那个时候再收其为弟子，他断然不会拒绝。莫雨涵爷爷道：楚风不是说了2品半神非他对手，除非望西道人踏入了3品半神，否则怎么对付楚风？宁玉上人道：他说他无敌，你就觉得他无敌啊？白龙神袍正常来说只是堪比1品半神，能堪比2品半神已是不得了，但也只是堪比，怎么可能真的不是他对手？莫雨涵爷爷道：所以你觉得？宁玉上人问。我觉得楚风是在吹牛逼。莫雨涵爷爷道。忽然天际之上金色光芒浮现，茫茫白云也被映射了一片金色。见状，凡是站在明面上的人皆是对着高空施礼。那是图腾龙族的人来了。图腾龙族内一位老者走了出来，诸位期待多年的最强试炼，他终于来了。而最强试炼之所以准备了这么久，也是因为我图腾龙族耗费了太多心血。为了最强试炼的公平，场地分为4个区域，不管是何等境界，只要你足够优秀，都可夺得第一的称号。4个第一，享受相同待遇。在我图腾天河内可得到免死金牌一道，在图腾天河内，这免死金牌可免死一次。只要没有品德败坏，只要你有你的理由，就算杀了我图腾龙族的族人，我图腾龙族也会护你。除了免死金牌，4位第一还将享有龙之内丹1颗。老者话到此处，茫茫人海顿时炸开了锅。而听众人议论，楚风也是得知龙之内丹在图腾龙族内部都是极为珍贵的修炼宝物，哪怕天才也要达到要求才能领取。大多数图腾龙族族人这辈子都与这龙之内丹无缘。而除了4个场地的第1名之外，表现卓越的人也会有带有荣誉的令牌与其他奖励。诸位苦修多年，争的是什么？争的就是荣誉。今日我图腾龙族将这份荣誉放在这里，你们谁能夺得，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图腾龙族来者，话音落下，4道巨大的结界门浮现而出，每道结界门上面都写着4个大字：武尊初期、武尊后期、半神初期、半神后期。小小荣誉其次，安全第一。楚风对龙小小道：这话应该我说的吧？龙小小道：你还不放心？楚风道：当然不放心。龙小小道：这个当然让楚风有些无奈，但自己又想不到反驳的话。他好像的确不是那种让人省心之人。反正你答应过我去见我师尊的，你可要说到做到。龙小小的言外之意是要楚风安全出来，一定做到。楚风笑道。可楚风与龙小小的对话却让不远处的程天灿与赵云墨听到了。他好像说要去见咱们的师尊，他不怕凉风的师尊追杀他，他真的不怕死吗？赵云墨看着程天灿，我就不信他真的敢，但他若敢，那反而更好。程天灿道，在他看来，只要楚风还敢缠着龙小小，那是必死无疑。而就在此时，图腾龙族老者的声音格外响亮：诸位，我宣布图腾天河最强试炼现在开始。刹那间，无数身影御空而起，人数太多，竟宛如蝗虫群一般，遮天蔽日。而这大量的人群最终分成4道队伍，分别向4道结界门飞掠而去。穿过结界门，楚风进入了结界隧道。不过这结界隧道很短，穿过结界隧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远古气息的远古丛林，不是结界打造的世界，而是真实世界。楚风一眼就分辨出这个世界乃是真实的，但明明打造的世界更容易掌控全局，为何选在真实世界？为何最强试炼等了这么久？必有缘由，这缘由必然就在这世界之中。而在楚风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程天灿与赵云墨则是穿过人群，紧紧地盯着楚风。尤其是程天灿，虽然他当日没有与楚风生死战，但他并不觉得楚风真的强于他。若有机会，他也会狠狠教训楚风。眼下便是最好的机会。可忽然，前方丛林剧烈摇晃，一股飓风袭来，程天灿赶忙稳住身形。眼下惨叫连连，大片的人被那飓风卷走，刚刚踏入此地，又被吹回到结界隧道之中。师兄，这飓风你也难以承受吗？赵云墨盯着面露艰难的程天灿感到不解。他修为弱于程天灿，
他既然勉强可以承受的话，程天灿应该毫不费力才对。可是现在，程天灿竟也面露艰难，不是针对修为，而是针对个人，不管是何修为，承受的力量是相同的，这是非常强力的阵法力量。程天灿道，不过好在这风力并未持续太久，很快风力便消散了。本来进入此地的人，起码有几百万，图腾天河极为庞大，5尊后期的强者数不胜数，很多人都想来试试运气，但是现在便只剩下了几万人，只是一道风力阵法便筛选掉了大部分人。楚风不见了，他是被淘汰了吗？赵云默道，必然是，原来他这么弱。程天灿不屑一笑，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天而降：诸位，恭喜你们留下最无缘第一的争夺，但你们却可以争取精英令。精英令总共1000道，并且分为金银铜3种，所有得到精英令的人还将得到额外奖励。这个声音响起之后，一道结界门也是出现在他们前方，还不待他们反应过来，那结界门便释放出强大吸力，将他们吸入其中。进入结界门，程天灿与赵云墨进入了一个错综无法的地宫之中，这便是他们争夺精英令的地方。可他们的脸色却不太好。精英令啥意思？赵云墨问。应该就是参与奖励的意思。程天灿道，擦，这么说来，我们被淘汰了。这精英令就是安慰奖，可是为啥啊？我们不是抗住了那阵法吗？赵云墨不服，必然还有说法，但无妨，反正咱们也没机会争第一，能拿到精英令也是不错的。程天灿道，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淘汰组，只能争安慰奖。赵云墨道，知足吧，就算是安慰奖，咱们也能争一争，总比那刚进来就被吹回去的楚风要强。程天灿道，你这么说，倒也是。听到这里，赵云墨心情顿时好转了不少。阿 T。楚风突然打了个喷嚏，随后看了一眼身后那悬于空中的巨大结界门。原来在刚刚风力阵法覆盖之时，楚风便感受到了阵法传递的信息，前行。于是楚风顶着风力向前走去。当楚风走了一段时间后，风力忽然消失，而图腾龙族那老者的声音楚风也听得清楚。他知道那些停在风力阵法中没有移动的人都被吸入那结界门，已经被淘汰了。现在还剩下的修武者已是不足1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平庸之辈。楚风的目光从那悬在空中的巨大结界门向近景拉回，发现近千道目光全部在看向自己。原来刚刚只顾着前行，楚风一不小心成为了这近千通过考验之人。走在最前方的人，那些人显然都不认得楚风，所以眼中充斥着不服。这个无名之辈凭什么走在他们的前头？而楚风注意到那莫雨涵也在人群之中，他那粉色眼眸哪怕在人群中也是十分明显，而那双粉色眼眸正盯着楚风，眼中也有着些许惊讶。哪怕当日见识到了楚风镇压众位小辈，但莫雨涵也没有丝毫惊讶。但今日他是第一次对楚风刮目相看。楚风兄弟，你也来了呀，这可真是太好了。可忽然人群之中有一道身影冲了出来，那是看到这道身影，众人则是神色复杂。楚风在他们眼中虽是无名之辈，可眼下从人群中冲出来的这位，他们却几乎都认识，就算没见过也是有所耳闻。此人乃是唐修，图腾天河半神之下最强的天才之一。楚风兄弟，不对，应该是楚风少侠，我们结伴行吧。唐修跑到楚风近前，笑眯眯地说道。这与他第一次见到楚风的时候可谓是判若两人，没有了之前的狂妄自负，只有热情。行啊，楚风倒也不是记仇的人，反正之前的事都过去了，他要同行那便同行吧。唐修，这位是谁啊？忽然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他身穿白衣，手握折扇，可谓英俊潇洒。周岩。此人走出，众人目光再度变化，因为这周岩也是图腾天河半神之下最有名的天才之一，其名气丝毫不弱于唐修。周岩，我知道你这个人喜欢找茬，但我奉劝你别惹我楚风兄弟。唐修道，怎么，我若惹他，你要出头？你什么时候多出这样一个好兄弟？之前怎么从来没听闻过呢？那周岩道，周岩，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与你交手，胜负难说，但你若与楚风兄弟交手，必败无疑，我劝你别招惹他，是为你好。唐修道，哟，自己不敢吹，就拿别人来吹，我周岩是被吓大的吗？周岩说话间便看向楚风，眼中尽是挑衅。可在此时，忽然一道传送之力从天而降，覆盖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也包裹楚风。这感觉，楚风脱口而出，怎么了？淡淡问。这与之前的结界之力不同，这结界之力散发着远古气息。楚风道，所以呢？淡淡又问。这不像是图腾龙族的手段。楚风道。而就在此时，楚风已被传送之力卷入传送隧道。当一切恢复安定之际，楚风落入了一个大殿之内。大殿内有着一道散发白光的身影。此时，楚风的眼神立刻变了。这大殿十分古老，散发着远古气息。楚风再度看向那散发白光的身影。此人通体散发白光，看不到面容，也可以说没有面容，但从轮廓可以看出，她是一名女子。而她的身上散发着与这座大殿相同的远古气息。这便是最强试炼的目的吗？楚风意识到，最强试炼选在此地，应该就是与这大殿有关。这里很可能是远古遗迹，这远古遗迹应该要用特殊的方法才能破开。图腾龙族让他们来这里，就是帮他们破开这远古遗迹的。最强试炼不过是引诱他们来的一个手段罢了。你有资格。忽然，那散发白光的女子开口，紧接着其身躯便开始四散，化作无数道白色光芒，直接向楚风冲击而来。下一刻，楚风便被白色光芒所吞没，那感觉便如同被巨浪吞没了一样。此时楚风不仅感觉心烦意乱，更是感觉呼吸困难，周遭白茫茫的一片。但最可怕的是，这白芒有死亡威胁，时间越久，威胁越大。想活命吗？那女子声音再度响起，前辈，
这不废话吗？我来这里又不是为了寻死。楚风苦笑，想活命便稳住心神，半个时辰之内，若无法稳住心神，便要死在这里。那女子道，但却给了楚风逃脱方法。楚风不敢怠慢，赶忙按照女子所说来做，但很难。那白光就是在扰乱楚风，这种情况下稳住心神很难。不过楚风可不是寻常之辈，他还是在半个时辰之后稳住了心神，稳住身形那一刻，困住楚风的白光立刻消散。那女子再度站在楚风面前，你很厉害。女子看着楚风，虽然她没有五官，但楚风能感觉到她看自己的目光变了。厉害吗？我差一点就死了。楚风道，我骗了你，其实正常限制是1个时辰，半个时辰是我为了激励你而瞎编的，所以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女子道，瞎编的。楚风无语，你的家族将因有你而感到荣幸。女子又道，女子此话说完，那股传送之力便将楚风包裹。下一刻，楚风离开了大殿，回到了丛林之中，但此时的位置明显已是丛林深处。咋回事？这就完事了？怎么什么好处都没给？淡不解，我们应该是被图腾龙族利用了，我们只是帮他破遗迹的工具罢了，好处当然轮不到我们。楚风道，靠，好卑鄙啊！淡气的忍不住骂了脏话。正常，天上当然不会掉馅饼，而楚风则是无所谓，他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武尊第一的称号，能拿到那称号，他也不介意被人利用。而与此同时，在这山脉的地底深处，有着一座古老的殿宇，这殿宇之内汇集着图腾龙族大量高手，那位龙震大人也在此地，但除了他之外，还有4人，这4人的气息竟都不弱于龙震大人。此时加上龙震大人，总共5人，他们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个古老的球体，那球体为古铜所铸，但却暗藏机关，分为4个部分。咔嚓一声，其中一股部分开启，开了，有一个开了，这么快就有人通过考验，众人喜出望外。而仔细一看，更是目露诧异，居然是武尊后期的场地，这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他们本来觉得最先解开这球体的场地应该是半神初期或者半神后期才对，不曾想竟是武尊后期，应该是欧阳残剑。武尊后期最有可能通过考验的便是他。5人之中，一位黄眉老者开口，我倒觉得是许天剑。欧阳残剑毕竟不是小辈了。5人之中，另外一位老者开口，他一头黑发，双眼凌厉，面相很是凶狠，不是小辈又如何？欧阳残剑当年的天赋，我们都看在眼里。当年同期小辈，我图腾龙族都无人能与他相比，甚至曾派人劝过他，不要为了这武尊第一压制修为，以他的天赋，完全可以争半神第一。黄眉老者道，那他为何还是压制修为？不还是没有自信？欧阳残剑当年的确惊艳，但当年的小辈怎么能与当代小辈比？当代小辈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代，连神之时代都因他们而开启。而许天剑身为云天剑阁的少阁主，其实力极为利奥的，半神之下，我图腾龙族的小辈中，恐怕只有龙飞扬能与他一战，但也未必就一定胜他。黑发老者道，是谁通过了考验倒是无妨，只希望其他场地也有人可以通过考验。这一次此地力量难得减弱，乃是破关的最好时机，希望他们不要让我们白白准备这样一场。若是连他们都无法破开，那便只能将整个浩瀚修武界的人才吸引来，那可就不是一块荣誉令牌就可以吸引的了。此时桌子正为一名老者开口，这老者很矮，大概只有1.3米的身高，但他那洁白的胡须却长达10几米，此时宛如一条白色巨蟒，围绕其周身漂浮。这位老者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是连连点头，他们都知道此次最强试炼真正的目的。与此同时，外面的人内心已是开始烦躁，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参加最强试炼，而是为了看好戏的，可他们却什么都看不到，甚至不知道参加试炼的人具体位置，简直是等于白来了一场。但倘若他们知道，其实连图腾龙族自己都看不到那具体情况的话，他们必然会平衡许多。不过却有一个人能够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此人乃是楚风在山谷中所遇到的那位神秘女子。这神秘女子一直暗中跟随楚风，从司徒界灵门掌控的真龙星域一直跟到了这里。眼下女子立于虚空之上，身前则是悬浮着一面镜子，而眼下她镜子中浮现出的乃是一片丛林，丛林内有一个人快速飞掠，此人正是楚风。灵儿，你来了。忽然神秘女子轻声道，嘻嘻，果然瞒不过小姐。神秘女子身后的空间此一阵颤动，一道身影浮现，正是那名擅长结界之术的灵儿。这灵儿本来有事离开，回到山谷之后便看到了小姐给她留下的信函，于是便按照小姐吩咐，用特殊手段找到了小姐。此行顺利吗？神秘女子问。非常顺利，只是小姐你干嘛要一直跟着她啊？灵儿也是好奇的，将目光投向镜中楚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小姐对一个人外人如此上心，竟一路跟随，一直跟到这里。我在犹豫要不要将她招入我们麾下。神秘女子道，她这怎么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与外人产生交集的，又怎么可以让她加入我们？灵儿十分诧异，她诧异是因为这规矩她的小姐比她更为清楚才对，那可是她家小姐的师尊定的，她是天级血脉。神秘女子道，天级血脉怎么了？灵儿不解，天级血脉到处都是，有何稀奇？神之地品。神秘女子又道。灵儿愣住了，片刻后才缓过神来，小姐，你是想说她是天级血脉圣之王品吧？灵儿眼中已露出惊叹，王之圣品为何等存在？他可是听他的小姐说过的，那可是天级血脉最强的血脉品阶，如今乃是传说级别，当时无人拥有，是神之地品。神秘女子强调道，神之地品，这是何品阶？怎么没听小姐说过？灵儿问，是比圣之王品还要强横的品阶。神秘女子道，哇，还有这样的品阶？小姐，你说的是真的吗？他拥有这等天赋？灵儿显然有些不信，亲眼所见，
是太古时期的天赋测试塔给出的结果，并且给出结果之后，那测试塔也崩裂了。神秘女子道：“我的妈呀！当时竟有这等小辈，神之地品。”莲儿喃喃自语，似乎想起什么，脸色顿时大变。小姐，这神之时代开启，该不会就是因为他吧？我也是有这种猜测。所以你知道我为何想将他招入我们麾下了吗？他的天赋若是落到那些人手中，会非常棘手。神秘女子道：“当然要招，这等天赋我宗也没有啊，就连少爷也不如他吧。”莲儿此时眼睛都亮了，不由得看向镜子，重新打量齐楚风，但是没有师尊应允，我也不敢招，所以先观察一下其品性。神秘女子道：“那他品性如何？”莲儿问：“目前来看还不错，只是没想到这图腾龙族居然真的利用这些外人来开启圣龙遗迹。”神秘女子又道：“真的是圣龙遗迹吗？”莲儿问：“当世之人只知道最强试炼，但却不知圣龙遗迹。可莲儿与神秘女子是知晓圣龙遗迹的，因此当最强试炼准备开启，并且分为4个场地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便已经觉得这最强试炼是与圣龙遗迹有关了，不会有错，必然是圣龙遗迹。”神秘女子道：“图腾龙族倒是挺有胆量的，远古时期那么多大人物都打不开的圣龙遗迹，岂会被他们打开？”莲儿笑了笑，脸上挂着嘲讽。据说圣龙遗迹第1关就是同时有4个阶段的修武者通过考验，至于第2关无人知晓，的确很难开启。不过圣龙遗迹外人都心动，图腾龙族身为龙族后裔，岂会不心动？神秘女子道：“不知道楚风能不能通过考验？”莲儿道：“应该是已经通过了。”神秘女子道：“通过了吗？这么快？”莲儿诧异：“对，很快。”神秘女子又道：“那岂不是说其他人也能通过考验，这第1关就窥破开了？”莲儿道：“但很快又笑着摇了摇头，不过其他人一定无法通过考验吧？想知道吗？”神秘女子问。“当然想。”莲儿点头。神秘女子笑了笑，随后取出了一张网，此网散发极为神圣的气息。“小姐，难道你要用这伏天真相网？”看到此网，莲儿意外，她深知此网有多珍贵，乃探索遗迹的至宝，可打破遗迹，捕捉到世人难以看到的真相，但只可用一次。她跟随小姐这么久，小姐还从来没有用过。我也很好奇，这圣龙遗迹开启到什么程度，也想知道图腾龙族的人现在躲在哪里，刚好就用它来探索一下吧。神秘女子说话间，手臂一扬，那本在其手中的大网立刻散去，转眼间化作覆盖天地之物，但却隐于虚空之中。此时除了神秘女子之外，便没有任何人能够察觉到关于此网的任何事情。楚风在丛林之中快速前行，并且施展天眼。很快，楚风看到2个人正在交手，那是一个老者与一名小辈。小辈英俊潇洒，手中一杆尊兵长枪，已是人枪合一；老者则是身披斗篷，戴着斗笠，看不清其面容，但其露出的手掌则是干枯如柴，似是行尸走肉。这2个人的修为都达到了5尊巅峰，并且都提升了2重战力。2人的交手极为激烈，但小辈已经开始占据优势。可突然间，那老者浑身散发血红气焰，其战力竟得到提升。老者一掌轰出，直接将小辈轰飞开来。小辈落地之时，已是口吐鲜血，动弹不得。邹牙，我念你是小辈难得的天才，今日便放你一条生路。但你爷爷的确不是老夫所杀，你若还想找老夫麻烦，下次便休怪老夫不客气了。那老者此话说完，便立刻前行，而楚风则是立刻动身，跟随老者而去。这老者5尊巅峰，可提升3重修为，这不太正常，除非其有逆天的天赋，不然就是施展了特殊手段。咳，走了没多久，那老者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每一声咳嗽都会喷出黑色的鲜血。他不敢再动，而是赶忙服用丹药疗伤。楚风，他为何如此？淡淡问。传闻有人为了争第一，常年淬炼身体，关键时刻可爆发超出自身力量，但却是损耗寿命的手段，反是远比禁药可怕的多。我想他应该就是用了这样的人。楚风道：“那你有把握胜他吗？”淡淡问。当然，我的9重天雷斩可不是吃素的。楚风道：“你的9重天雷斩不是不能用了吗？你居然还想用，不要命了？”淡淡的语气变了，充斥着担心与责怪。若是不用，倒也不惧。楚风说话间，取出了一颗水晶，这是楚风在无名宗那尊石矿园中发现的水晶。这水晶蕴藏极为浓厚的尊级武力，还蕴藏修武之道。只是当时这水晶还有些杂质，楚风便布置阵法驱除杂质。如今水晶中的杂质已是彻底清除，楚风倒是可以炼化了，这东西可以用了。淡淡问。对，楚风道。有把握突破吗？淡淡又问。楚风身在此地，结界之术无法施展，就连界灵门都无法开启，也无法借用淡淡的力量，只能靠他自己。而他现在自身修为是8品5尊，诸多手段可提升3品修为，若不使用9重天雷斩，显然不是那斗笠老头的对手。但若是修为达到9品5尊，凭借楚风的战力，那斗笠老头显然也不是其对手。楚风基本可以稳拿这5尊后期的第一。刚的这水晶之时倒是没有把握突破，但这些日子我也在修炼，现在的话将其炼化，必可突破。楚风自信满满，